好耶，又来给各位做大冒险的视频啦。本期视频的主角是娜塔第一个4星角色卡奇娜。卡奇娜呢是可以通过活动免费获得一个的。那么这免费获得的4星小萝莉强度到底如何呢？本期视频带给你答案。先给卡奇娜做一个总结，0+0就是完全体，没有错。卡奇娜不吃命座，不吃天赋，不吃武器，几乎只吃圣遗物的效果啊！所以官方送了我们一个卡奇娜呢，我们可以直接用起来啊！用起来的效果呢，和6命的卡奇娜是差不多的，对平民来说比较友好。那为什么说它0+0就是完全体呢？接下来我们进入它的技能解读环节。首先在跑图方面，如果你在玩娜塔的时候，队伍里有一个卡奇娜呢，你的跑图会变得舒服很多。不仅冲刺舒服很多，而且爬山也会变得舒服很多。卡奇娜的跑图我在这一期视频里面讲得很清楚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。本期视频我们不讲跑图，而是主要讲战斗。普通攻击平平无奇的物理伤害4段枪击没有什么好说的，重击也是往前突刺啊，就枪类角色祖传的往前突刺，然后下落攻击也是非常普通的下落攻击，这些在实战中几乎都不会用到，我们直接讲它的 E 技能。释放 E 技能的时候，卡奇娜会进入夜魂加持状态，并且给自己赋予60点的夜魂能量。旁边这一个条就是卡奇娜的夜魂能量的显示。释放 E 技能不仅可以给自身附加夜魂能量，同时还可以召唤一个钻头。短按 E 技能的话，会把钻头放在地上，而长按 E 技能，我们可以直接坐上这一个钻头进行冲刺，还有爬山等等的操作。钻头的任何行动都会消耗夜魂能量值。我们如果把钻头放在地上，它往地上钉一下，每钉一下会消耗10点夜魂能量值，一共可以钉6下。钉完6下之后，钻头就消失不见了。而长按对钻头进行骑乘、冲刺和爬墙的时候，它也会慢慢的消耗我们的夜魂能量值。夜魂能量值消耗结束，那么骑乘也就结束，并且骑上钻头我们也是可以进行攻击的。骑上钻头之后再按左键，就可以像这样疯狂的对地面进行打桩输出。卡奇娜骑乘钻头时造成的伤害比钻头独立时造成的伤害要更高一点，并且这2个伤害都吃卡奇娜的防御力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大招啊，它的大招很简单。首先大招会造成一次吃防御力的炎元素范围伤害，然后产生一个超级钻钻领域，这个超级钻钻领域可以提升 E 技能的攻击范围，还有搭乘 E 技能时的移动速度啊，详细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。它还有4个固有天赋。第一个固有天赋山的回声，队伍中附近角色触发夜魂迸发后，卡奇娜的炎元素造成伤害提升 20%， 持续12秒。这个夜魂迸发是什么东西呢？夜魂迸发是 5.0 版本独属于娜塔人的一个全新机制。当你的队伍里有娜塔人的时候，你队伍里的任意角色造成非物理伤害的元素伤害都会触发夜魂迸发，那万夜造成一个风系伤害，看见没有？屏幕上出现了一个8角星，代表你的整个队伍都触发了夜魂迸发。目前看来，所有娜塔人都可以吃到夜魂迸发带来的收益。卡奇娜可以在夜魂迸发后给自己的炎元素伤害达成加成，马拉尼可以在夜魂迸发之后大招的伤害得到一个加成。根据本人的初步测试啊，夜魂迸发的间隔时间和队伍里娜塔人的数量有关。队伍中娜塔人的数量越多，迸发触发的时间间隔呢越短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只实装了2个娜塔角色啊，所以大家现在先不用太管这一个夜魂迸发，只知道它能给我们队伍带来一定的收益即可。看完了夜魂迸发带来的炎元素增伤，我们继续看它的其他固有天赋。坚炎之舟，
冲天转转造成伤害提升啊，提升值相当于卡奇娜防御力的20%，又是一个提升伤害的固有天赋。剩下的2个固有天赋呢，都是用来跑图用的，我们直接跳过。这就是卡奇娜技能的一个全览啦。看完了卡奇娜的技能之后，屏幕前的你可能就会想，卡奇娜自身的输出怎么样呢？现在我的卡奇娜是一个灵命，天赋888。然后圣遗物带着黄金剧团4件套，武器给它堆满了这一个防御力的红的行迹啊，然后具体面板呢是这样一个样子的卡奇娜，防御力堆得非常高了啊。黄金剧团4件套，我这边给它带的防炎爆，这样的堆法可以说是把卡奇娜自身的输出拉到了最高了。我们看一下实战中它自身输出的表现是怎样的。大招16000，然后冲天转转叮一下5536，卡奇娜出来骑在冲天转转身上也就7000多的一个伤害。一目了然，卡奇娜自身的伤害是非常低的。这个低伤害并不是命座能拯救的啊！点满6命之后，它的伤害顶多翻个1.5倍到2倍，但就算翻了1.5倍甚至2倍，它这个伤害也并不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值。所以卡奇娜在实战中的定位就非常明确了，它的定位并不是一个负 C 输出，而是一个辅助增伤型的角色。实战中，卡奇娜可以看作进城勇者绘卷这一个圣遗物的触发器。2件套的效果，队伍中附近角色触发夜魂迸发时，装备者恢复6点元素能量，给卡奇娜回能的，没啥好说的。我们主要来看4件套的效果。装备者触发其对应元素类型的相关反应后，队伍中附近的所有角色的该元素反应相关的元素伤害加成提升12%，持续15秒。如果触发该效果时，装备者处于夜魂加持状态下，目前所有的增伤辅助只有卡奇娜有夜魂加持状态，所以这个圣遗物目前可以说是卡奇娜的专属圣遗物。处于夜魂加持状态下，还会额外伤害加成提升28%，持续20秒。装备者处于后台也会触发该效果，同名圣遗物无法叠加。光看文字大家可能不好理解，我在这里给大家实战一段，大家就理解了。目前我的迪西亚火元素伤害加成是46.6啊，然后香菱的火元素伤害加成也是46.6，卡奇娜这边的炎元素伤害加成是70.6啊，然后我们让迪西亚和卡奇娜反应，迪西亚和卡奇娜触发结晶反应之后，迪西亚的火伤直接加了40%上去。而卡奇娜的炎伤也会得到增加啊！卡奇娜的炎伤增加了60%，这60%呢是圣遗物的40%加上它自身天赋的这一个20%啊，也就是迪西亚和卡奇娜反应2个人都能得到40%的元素加成。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别急，香菱和迪西亚一样是火系的。香菱也能吃到这一个40%的元素加成啊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个系的水系的马拉尼就无法吃到了。你如果想要马拉尼也吃到，你得让马拉尼也产生这一个结晶反应才行啊。好的，我们让马拉尼也产生这一个结晶反应啊。现在马拉尼的水伤也给它加上去了。这就是卡奇娜的这一个圣遗物的一个实战效果。非常巧合的是，这个圣遗物4件套的增伤效果，它持续时间是20秒，而卡奇娜的 E 技能的冷却时间正好是20秒啊，也就是等圣遗物的增伤效果结束之后，我们正好切出卡奇娜，可以再续一个 E 技能，再次触发结晶，再次增伤20秒，卡轴卡得很不错。那么带着新圣遗物4件套的卡奇娜给全队的增伤究竟是多少呢？我们来实验一下。马拉尼这边裸伤是61995，而我们上了卡奇娜触发的结晶反应之后，
伤害变成了74804，增伤幅度是20%。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，卡奇娜适合辅助马拉尼吗？其实个人玩下来，卡奇娜和马拉尼组队并不是最优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大家看接下来这一段实战。好的，我的队伍里是上的香菱和马拉尼用来打蒸发。不过呢，我先切出卡奇娜来增一个伤啊，然后 nice 蒸发，继续蒸发，再来蒸发，好的，一个大招收尾带走。这一段实战录屏中，马拉尼的伤害看似很高，是不是？但是其实只有香菱吃到了卡奇娜的圣遗物的增伤，只有香菱和迪西亚吃到了啊，卡奇娜自身也吃到了，马拉尼是并没有吃到的，因为马拉尼并没有和卡奇娜发生结晶反应。刚刚那一段录屏中，马拉尼打出的所有水系都和火系蒸发掉了，并没有和卡奇娜产生反应，所以也就并没有吃到卡奇娜圣遗物带来的增伤。也就是说，卡奇娜的队友他要么可以频繁触发元素伤害，频繁的和他产生结晶反应啊，要么是一个纯色队，只要有一个队友触发了结晶，全队就可以吃到这个增伤啊。而马拉尼他以上两点都不怎么满足，所以我个人觉得硬要让卡奇娜和马拉尼组队呢，有点尴尬。真正适合卡奇娜辅助的队伍是这样的，你队伍的颜色越纯越好，同时考虑到他的4命还可以给场上的角色增加防御力，所以这样的吃防御加成的岩队，再加上一个可以触发结晶的角色，或许才是卡奇娜的最佳归宿。给大家打一场实战看一看吧。现在我的队伍里的所有角色都是0命的啊，包括卡奇娜自身也是0命的。香菱和班尼特是6命的啊。我们就大致参考一下，等一下打出来的伤害数字就可以了。屏幕前的你只要知道，卡奇娜入队的话，全队的伤害会拔高20%左右就可以了。好，林尼一剑，看一下大招伤害是多少啊？大招伤害哦，这大招伤害不错嘛。好的，第一条命就被我们轻松带走了啊！来看一下面板属性，林尼的火伤加成被拔高到了86.6%，香菱也被拔高到了86.6%，全队都能吃到卡奇娜的一个增伤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命座提升。1命，卡奇娜搭乘或者脱离冲天转转时将获取附近的结晶产生的晶片。此外，队伍中的角色获得晶片时将会为卡奇娜回能啊。首先，第一个效果，卡奇娜在战斗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坐上冲天转转的，所以第一个效果是个废效果。第二个效果，其实卡奇娜的增伤只用1技能就可以触发啊，所以他那个大招其实不是非常关键，所以1命。我认为它提升的比较小。2命，卡奇娜释放大招的时候将恢复20点的夜魂值，并且场上如果有卡奇娜自己的冲天转转，则会进入夜魂加持状态并召唤冲天转转。2命是有用的。2命说白了就是让场上的钻头在场上待更长的时间啊，并且让它的夜魂值加持状态呢持续更长的时间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啊。它这个圣遗物的增伤呢，第一个增伤持续15秒，第二个增伤持续20秒。这圣遗物增伤其实持续的蛮久的，所以其实你就算不点2命，卡奇娜的覆盖率也是挺不错的了啊。所以2命虽然有提升，但提升的也不大。3命增加卡奇娜自身的伤害呢，废命做不消，我都说啊。4命是为队友增加防御力啊，这个东西呢比较利好1斗还有千之，要不要点呢？见仁见智了。5命增加大招的伤害，也是几乎没啥用的命座。6命
队伍中自己当前场上的角色的护盾因任何原因被替换或者摧毁时，卡奇娜会造成一次防御力200%的盐元素伤害，每5秒之多触发一次。这200%给的也太可怜了啊！要知道大招的属性是多少？大招的属性是615%啊！你这6命才给这200%，实在是太磕碜了。看到这里，知道为什么我说卡奇娜0+0就能用的吧？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命座提升呢，不算是非常高啊，命座提升很不明显，这就是卡奇娜0+0就能用的原因。不过呢，还是给大家打一场6命卡奇娜的一个实战吧。和刚刚的队伍配置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卡奇娜变成了6命的。好的，触发了结晶反应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卡奇娜自身的盐伤还是挺不忍直视的。然后0一个大招伤害，和刚刚差不多，其实。好的啊，也是就这么带走了。卡奇娜变成6命了啊，变成6命，其实和0命的卡奇娜辅助呢，并没有多大的区别。最后，大家已经知道了它的配对还有圣遗物的带法，那武器应该怎么带呢？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提升防御力的红的行迹啊。这一个呢，确实可以给卡奇娜增加一点伤害，但由于卡奇娜自身的伤害不高，增加的其实也并不算很多。我个人觉得西风长枪好用啊，毕竟西风长枪能给全队提供一个元素充能呢，所以要我选的话，我会选西风长枪。至于其他武器就没有合适的了，要么选择西风长枪，要么选择这个红的行迹，看你自行选择啦。以上就是卡奇娜的一个测评了，给它做一个总结吧。卡奇娜这个小萝莉强不强呢？我个人认为呢，强度是有的，毕竟它可以以一己之力增加全队的元素伤害。但是，并不是因为卡奇娜强，而是因为这个圣遗物强，而且这个圣遗物现在只有卡奇娜可以触发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后面如果出了其他增伤辅助啊，也是带这一个圣遗物的，那卡奇娜被替换掉是分分钟的啊。总结下来，卡奇娜可不可以练？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认为给它拉到70、80级，用它在纳塔进行跑图、进行爬山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说是强行把它的命座克到很高，或者说强行给它一个很好的武器，这个没有很大的必要啊。你随便整一个70、80级，给它带上这一个圣遗物做一个过渡，然后再等后续的其他纳塔角色能不能替换掉它就完事了。除非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一个小萝莉，那当我没说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一个详细评测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最后祝你欧气满满，身体健康，再见。